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苹果别直接啃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一个苹果您从没吃过的做法。把苹果放入滚烫的油锅中，瞬间变美食。出锅外酥里嫩，又脆又甜又好吃，孩子3天2头点名要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准备一个面糊，大碗中放入50克小酥肉粉。没有小酥肉粉的，可以用面粉加玉米淀粉，再加入20克糯米粉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酥脆，口感会更好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2种粉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再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打入面粉的碗中。再加入50毫升清水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搅拌。在搅拌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再加一点清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小酥肉粉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。这时候的面糊呢是比较浓稠的，再往里边加入20克食用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食用油完全融入面糊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苹果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像我这样用小刀把苹果皮削掉。因为苹果皮的口感酸涩，不好吃。去皮后，再把苹果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分成4份。再取一小块苹果，把苹果核去掉，苹果核有微毒，不能吃。去核后，再把苹果切成小块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面糊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苹果都能挂上一层粉浆，尽量多搅拌一下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一步呢，先调面糊，再切苹果，这样苹果切好直接放入面糊中，苹果就不会氧化变黑了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，每一块苹果都挂上了一层粉浆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00克面包糠，把它放入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碎一点的面包糠，这样吃着会更酥脆，而且会粘得更加牢固。搅好后再放入盘中，像这样细腻的面包糠就可以。再把挂上粉浆的苹果夹出来，把它放入面包糠的盘中，再给它裹上一层面包糠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裹上一层面包糠。像这样就可以用手按压一下，让面包糠粘得更加牢固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放入盘中，剩下的苹果用同样的方法，给它裹上一层面包糠，依次放入盘中。全部裹好面包糠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。放一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转中小火，再把苹果一块一块的放进来。刚放进来的时候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炸1-2分钟，把苹果炸至定型。这一步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炸，千万不要开大火。如果开大火的话，把表皮炸糊了，里面还是生的。中途可以像我这样晃动一下锅，让苹果受热均匀。2分钟后，用筷子翻一下面，每一块苹果都翻面，
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炸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炸至定型。1分钟后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两面都炸至定型，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炸糊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炸5-6分钟左右，炸至苹果表皮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用漏勺控油捞出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全部捞干净后，再准备一个这样的漏勺，把锅里的这些面包糠给它捞出来。等一下，这些面包糠很容易炸糊。全部捞干净后，再开大火，把油温烧至80%热，烧至油冒烟，再把苹果放入锅中，再开大火复炸30秒，把苹果表面的水汽炸干，这样吃着会更加的酥脆。现在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炸糊了。炸至苹果变成这种金黄色，并且在搅拌的时候还能发出碰撞的声音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用漏勺控油捞出，放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脆皮苹果就做好了。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这个脆皮苹果，真的巨好吃，全家老小都爱到不行。刚出锅的脆皮苹果，那卖相简直绝了。外皮呈现诱人的金黄色，色泽鲜亮，油光铮亮的酥脆感，仿佛都要从屏幕里溢出来了。光看着就食欲大增，忍不住咬上一口，轻轻一咬，嘎吱一声，外皮瞬间酥得掉渣，那酥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。紧接着，里面鲜嫩多汁的苹果果肉就展露出来了，清甜的汁水伴随着浓郁的果香，在口腔中并发，每一口都充满了自然的香甜。最后，苹果本身的清爽，又有外皮带来的酥脆，层次超丰富，更觉得是可以蘸上一点番茄酱，酸甜的味道相互交织碰撞，味道直接升华。原本就好吃的脆皮苹果，因为番茄酱的加入，多了一丝酸甜的俏皮，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，家里大人孩子都对它赞不绝口。每一次做出来都瞬间光盘，当做下午茶小点心或者是饭后点心都超合适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